近些年，一些 CPU 厂商的灰烬操作让超频都没有了空间。最近买了将近10颗 14700K 核心全开加超线程的情况下，稳定 P 和 5.7 的都没有几颗。14900K 如果不买337批次，那基本就是雷。再加上顶盖导热不理想 ，AMD 也积热 ，X3D 再盖一层被子，电压稍微加一点就到100度去了。既然台式机都没啥玩的了，那不如折腾折腾笔记本吧。欢迎来到无意义第4期。冬天是个超频的好季节，正好最近一位老本子因为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退役了，买了台最新的外星人 M16。先说一声，这不是广告，配置是13900HX 加4080加64G 的配置。因为 HX 结尾的 CPU 是55瓦的 TDP 且支持超频，那就有的折腾了。咱们先看一下默认状态下的 R23 跑分。作为满规格24和32线程的13900HX，只跑出了26973分的成绩，且运行 P 和只有 3.6，E 和只有 3.0。要知道台式机的 139K 或者 149K 和它基本是同规格，分数基本是4万分上下。虽然笔记本的散热规模比较差，功耗也没有开发上去，但也不至于这么拉吧。高情商的说法，提升空间还比较大。正式超频之前，简单说一下目前笔记本超频的2种方式。第一种是系统内软件超频，例如英特尔的 XTU、AMD 家的 Ryzen Master 或者 Controller， 或者品牌自带的一键超频。第二种是笔记本 BIOS 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超频预设，能小幅提升性能。我们用第一种方式超频会比较灵活一些，但是大多数笔记本都不能直接去调整，因为主板有很多的保护机制，例如 CEP、UVP 等等。所以我们要先对 BIOS 进行解锁，再用软件调节频率和电压。这里介绍一个工具叫 RU.EFI， 它是一个 BIOS 写入工具，通过制作 U 盘启动盘重新开机，通过引导进入之后输入 RU.EFI 回车进来 ，Alt 加等号打开菜单，按下配机档向下翻页，然后找到 CPU Setup 回车进来。找到 AC Load Line 0132改成 1.1， 这个参数是我自己摸了体质之后的结果。小白可以从 1.7 开始往下摸，但切记这个值并不是越低越好。在你散热压不住的时候存在一个甜点值。同理 DC Load Line 013C 保持一致改成 1.1， 然后翻页找到 TVB 开关0213改成00关闭。再翻页 CEP 0334改成00关闭 ，UVP 降压保护0381改成00关闭，还有一些超频选项我电脑是自动开启的，例如超频开关锁、TTC 等等。如果你需要修改其他设置，去评论区找到这张地址表修改，90%的机型适用，但是建议谨慎操作。现在我们返回系统，重新跑一次 R23， 这时候 P 核能稳定 4.5G 赫兹，小核稳定 3.6G 赫兹，最后跑分32337分。用 Teach Power Up 的 TS 进行电压 offset 的偏移调整，小幅降低核心100毫伏 ，P 核缓存40毫伏 ，E 核缓存40毫伏 ，SA 52毫伏之后，再来跑一次跑分，最后分数35080。其实到这里还是没有到极限，180瓦的功耗让这个 CPU 在均热板加液晶下，还是在跑的一半之后顶到了100度的温度墙。那有没有办法让它的温度再降一点呢？能满负荷不降频呢？电压已经不能再降了，那就只有考虑改变环境温度了。正好在1月的成都，公司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雪，室外5度的温度虽然说比不上东北的棉袄超频，但扛住一圈的 R23 问题应该不大。于是带着移动电站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店，最后跑出了37100分的成绩，超频前后提升了 37.5% 的 CPU 性能。这个结果可以说是非常有意思了。不得不说，苹果每年在立冬前发新机是有道理的。当然，这些分数都没有跑稳定性测试，都只是自娱自乐的分数罢了。实际34000分左右就是日常能使用的参数，但也是有相当不错的性能提升了。总结，23年全年的笔记本可能因为大环境的原因都在求稳。机械师曙光16 Pro 的水冷模块 ，ROG 换14换16星空版的 A 面，联想 ThinkBook 翻转屏，可能这些就是23年最大的创新。还是怀念2015年 Surface Book 炸开的那个夏天。很感谢你能看到第4期，这个系列的题材都是我自己想做的内容。如果你也同样感兴趣，那不胜荣幸。无论这个系列有无意义，内容本身就是我做视频的最大动力。希望我们还能下次再见。